大家好，我是大伟。72岁的赵阿姨通过站桩，短短3个月的时间，把困扰自己多年的脾胃问题给解决了。不仅仅脾胃是强强壮壮的，整个身体状态，包括晚上的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这位赵阿姨在我最早分享这个站桩课程的时候就坚定不移的跟着我去练。同时呢，她也在过程当中跟我交流了很久把她的遭遇都告诉我。她在50多岁的时候就是经历了一场大病，整个身体是急剧下滑，包括自己的这个脾胃总是感觉晚上起来以后就感觉里面胀着一团气。而且呢，有一种什么呢？胃食道反流烧心的感觉，就是这个脾胃问题困扰着很长的时间。最严重的时候是吃东西它吃不下去，然后下面呢它堵着也上不出来，3、5天一次非常的不规律。所以呢，这个赵阿姨就向我请教了站桩的相关内容，问站桩能不能让她的身体变棒。用了3个月的时间，她每天都坚持站20分钟，就这么坚持下来以后她逐渐的发现这个站桩由刚开始的很累，逐渐变成了轻松愉悦，找到了我站桩当中强调的这种松劲有了这种感觉以后，他就爱上了站桩，每天坚持站，身体也是越站越好。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把站桩的内容分享出来，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站桩，把自己的身体站得强强壮壮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站桩的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咱们站桩一定要强调桩姿，什么样的桩姿是一个标准的呢？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双手就抱着这个肚子向内收紧你看小腹向内收紧，此时你看我的骨盆做了这样的一个运动抱着我们的腹部，把我们的双腿微微的往下去蹲一下微屈，手抱着腹部。大家看这个姿势像什么？像不像我们平常上厕所来不及就捂着肚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去找这样的感觉腹部向内收紧向内收紧，骨盆做一个后倾，往后去坐然后呢抱着肚子往内收。好，当你有这样的感觉，开始做到位了，对着镜子去做。做到位了以后，我们把下面的姿势，包括肚子，我们保持好。然后呢，我们双手再向前，像环抱着一个什么呢？手中握着一个皮球，就这样，把这个姿势做好。做好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架子已经立起来了架子立起来以后，接着就是细节的调整。很多刚开始练习站桩的人会感觉这个动作做得太费劲了。其实对于老手来说，这个桩姿它是一种松中带紧，紧中带松。什么叫做松中带紧呢？就是我们这个动作保证好了以后，你要有一种感觉，从我们的肩膀到我们的腿部到我们的脚部，它是什么样？它是有一种松的感觉这就是一种松劲。那么紧是哪里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腹以及我们的这个骨盆，它要保持一个紧，腿部微紧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在练桩功的时候经常会强调一点就是用我们的尾闾去找哪里呢？去找我们的脚后跟，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尾巴骨这条线往下去延伸去和我们的脚后跟去触及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桩姿你看做好了以后就有这种感觉，往下去做，但是又没坐下来。此时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呢？是有一种韧劲的。好，把手像握着一个皮球一样，好，握好了以后，腹部收紧就这样放着眼睛微微闭好，然后呢，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腹部，就仿佛我们的腹部收紧，把我们这里给顶起来。你看，把这里一顶起来，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腿前侧、我们的臀部都保持一个劲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状态，你的身体当中的能量循环都能被启动。好，当我们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很多人说这个状态我能找到的，但是你讲的松劲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腹部，把腹部向内收紧，然后把我们的肩膀慢慢的向下沉，慢慢的感受这个放松的感觉，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放松的感觉。刚开始会有些困难，但是你做着做着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找到这样感觉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就放在我们的呼吸上来，吸气，缓缓的吐气，
吐气的时候注意这里啊，这一块很重要，不能松啊，就是吸气，缓缓的吐，吸，吐。慢慢你去做上一个5到10下的呼吸，你会发现随着你的呼吸啊会越来越慢，你的身体的状态也会越来越松。刚开始你的架子可能绷得比较紧，慢慢的呼吸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架子啊就开始有一种往下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松中带紧啊，一种松劲。你多做一做，找到了这种松劲以后，集中你的注意力在我们的呼吸上，吸气。缓缓的吐气，吸，吐，就这样反复多做几次，慢慢的你就会进入到这种状态。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会被外界的很多因素打扰，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啊，突然汗毛孔发热了，后背出汗了，突然打一个嗝儿，突然感觉外面有一些声音啊干扰这里。但是你随着做的越久，你的整个注意力啊都能跟着我们的呼吸一进一出，这样慢慢的融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啊，在这个庄姿之下，你的心啊慢慢的就静下来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可能眼睛一闭，感觉才过了一个3-5分钟，实际上已经站了10分钟、15分钟了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庄功啊，它主要是在于什么？在于练。它难不难？它并不难，就是你每天要去坚持，把这个姿势找好以后啊，去站上一段时间。刚开始入门的时候比较累，但是站着站着你会喜欢这个动作，越做越轻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是非常的详细，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站桩专栏啊，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站桩被誉为百姓的黄金方，通过站桩改善身体、延年益寿的人啊数不胜数，所以自古以来坊间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百练不如一桩。我在14岁的时候啊就接触了站桩，师傅说了一句话很有分量，让我感悟很深。我相信这句话也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人生下半场。他说，人就如一潭水，儿时清，老时浊，水越浊则邪越多，而站桩啊就如同在这潭水里面放了些鱼饵，充分的搅散浊气，化浊成清，扶阳去邪。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身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比如常见的三高啊、脾胃不和啊、肾阳不足、气血不畅啊，甚至一些疑难杂病啊，其实都能够通过站桩去解决。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站桩可谓是延年益寿的黄金方。不过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诫大家一点啊，不要瞎练。正统的站桩功法是属于内功法，只要是内功法道啊，就必须去寻找气感。有了气感以后啊，再练习站桩方可大成。或许你听起来感觉很难，我告诉大家，每个人身体里面啊都有着一股气。我今天将会把寻找气感的方法啊完全的分享出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学习正确站桩的功法。首先，我们来找气感。气感的寻找看似玄妙，实则并不难。你只要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做，就能够找到这个气场外放的感觉。我们双手啊相对，这里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劳宫对两指缝。什么意思呢？我们手掌中间的点啊叫做劳宫，两个劳宫啊对在一起，放在我们的胸前，中间啊要隔着2个指，叫做两指缝。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先把手并好10秒钟左右，你先找一下这个手间这个热气啊乱窜的感觉啊。我们先这样静下心来，保持10秒钟。就这样，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把手摆起来啊！你会发现这个热量啊，一开始是在手中啊成团的，慢慢你能体会到有一些这个气啊在乱窜啊。那这里呢，我们还没有把气聚起来。好，保持10秒钟之后，把手拉开啊，拉开到什么时候停呢？就你往外拉，拉到感觉手上没有这个互相窜导的热量的时候就停了。一般新手啊，大约就在这么宽的一个距离啊，就感受不到了。但是随着你练得越来越久，你会感觉这个距离啊越来越宽。好，我们到这里停下来以后呢，再慢慢的把手并在一起。好，再感受一下这个气感，保持10秒钟，再慢慢拉开，拉到这个气感啊，慢慢的这个热气啊，逐渐在手上消散为止，再放进。好。逐步的，我们开始啊加快这个频率，就是慢慢把手靠近，保持一下就拉开，再来，不断的去压缩。这是什么呢？
这是把我们的气啊逐渐的给它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从刚开始的这种热量啊成团的感觉，逐渐啊就开始有了一种像拉丝感，就是你手往外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阻力；那么手在往内去压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斥力把这手推开。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把气啊给引出来了。气从哪出来的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口诀，叫做劳宫兑两指缝啊，中间隔的是两指之间的缝啊，反复拉。那我相信啊，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但是你只要坚持反复啊，静下心来做几下，慢慢这个手上的感觉啊就有了。然后你开始把手快速的像我这样啊闭合，你会感觉到这个力量在手中窜，就仿佛一个无形的一个力量，就把你的手啊来回的吸排斥，这个就是我们的气感。看到这里的朋友，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在手中团气的感觉，恭喜你成功的踏入了站桩功法的第一步。气感对于站桩来说啊非常重要，因为站桩的整个过程啊就是在练气化精，生精为阳。当阳气足了，你的身体啊就会发热，散去体内的寒湿之气，去邪杂之气。所以呢，在我带过的所有学员当中啊，初期站桩都要求打开任督二脉，生阳发汗。也因为这个快速的过程，很多初学的人一下子就能体会到站桩的奥妙，逐渐掌握内功法门。我们这个站桩系列是首次在网上召集需要改善身体的人群，无论你的年龄大小，我都会深入浅出的带你完全的掌握站桩功法。大家如果有了气感，想要进一步的系统学会站桩功法，可以在下方获取站桩功法的课程。佛家讲因果，道家论成负。你今天做的选择，学习了站桩，将来在未来会以健康长寿的形式回馈给自己，彻底的改变人生下半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站桩功法，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俗话说，百练不如一站，这里的站啊，指的就是站桩。咱们会发现啊，经常去站桩的这些中老年人啊，他的身体状态啊，他的精神面貌啊，他的气色以及整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啊，都会非常的好啊，几乎身体上都没有什么小毛病。所以呢，有句俗话说的非常好，叫做站桩站得好，健康不怕老。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站桩动作。这个动作啊，您每天啊就去练一练，可以很好的促进整体的一个经络气血的一个循环。练完以后啊，可能很多人啊，他都会额头出汗、面色红润，以及后背上面都会出汗，身体里面的一些寒气啊就可以排出到体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双手啊呈这个折叠状啊，这个状态啊垫在咱们的后腰处啊，这样垫好啊，手的手势啊跟我一样。然后呢，把手啊，你看我们人贴在这个墙上，然后微微的啊往下蹲一些，这个身体啊有点像这个靠墙静蹲的样子啊，这个膝盖你看微微弯曲，然后整个人啊是靠在墙上啊，你看这个膝盖往下蹲啊，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蹲下来以后呢，这里讲几个要点啊，因为这个桩呢它是靠着墙，为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做，因为咱们知道啊，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不一样。那么很多人啊，他这个身体素质啊，他没有练过，所以他就从这个桩开始练啊。因为有一个借靠力，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啊，对于我们膝盖不好。相反的，这个动作经常做一做，对于我们的膝盖还有很多的好处哈。我们呢靠墙啊，做一个半蹲的姿势，你看这个腿啊。微微的屈一点点就行了，不用全蹲啊，全蹲这个就叫靠墙静蹲了啊，咱们屈一半啊，这个姿势。好，屈好了以后呢，这个手啊要一直垫在我们的腰处啊，大家看好。好，我们来讲动作要领啊。首先，我们的后脑勺贴住这个墙，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手的整个后背啊这一圈，后背这一圈啊，全部靠在这个墙上。我们看一下。好，蹲下啊，你看后脑勺贴上这个你看这个手啊靠上去，靠上去以后，把我们的屁股也要靠上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站好了，站好了以后开始练习什么呼吸啊，人不动啊，来吸气，吸大口吸，吸到我们的这个肺啊已经完全的啊冲起来了以后，然后慢慢的啊吐气，再吸。憋一会儿，吐，
再吸，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最好用你的意念啊去控制，在吸气的时候啊，慢慢就感觉这个小腹啊也在往里面收啊，吸气；吐气的时候，小腹啊慢慢的往外突出啊，这个啊自己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在吸气和吐气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你这个汗啊就开始往外冒了，然后同时这个大腿啊它开始慢慢的开始进行一个受力，而且整个人啊这个后背后腰处啊也会感觉异常的发热啊。这个啊都是正常的感觉。我们每天这个装啊，根据不同人的生理素质这个而言啊，就是咱们不定时间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感觉到这个后背发热了啊，后腰处发热了，小腿啊大腿微微有点发酸了，额头微微出汗了。那么这个程度啊，对于你就刚刚好。咱们这个时候啊就记下10，看看一共用了多长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啊，以后就是你的时间啊。咱们第一次啊就把这个时间上面给它记好了，以后你就按照这个时间来，直到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时间以后，发现这个感觉啊好像没有了，你就要开始多站一会儿啊。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安全的，适合于绝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们，它有着强身健体、促进气血循环、促进咱们经络通畅啊这个一些功效啊。非常的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都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啊！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